那我们前面介绍过这个 CNN 的这个模型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把 CNN 的模型哦使用 TensorFlow 把它给建构出来？首先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资料集的部分啊。我们这边资料集呢用的就是我们这个 CIFAR10 的资料哦。那这个各位同学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再回去哦，透过 CNN 下去做同样的练习。好，那 CIFAR10 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不要忘记哦，我们资料都是需要去做正规化的。所以虽然它这一次的这个影像通道有 RGB。它色彩通道有3个。那在这里呢，因为它的资料都还是介于0到25之间啊，所以呢，怎么做？你就直接把资料直接除以25啊。我们把它的什么 X training 以及它的 X test 这2个都是它的图像啊，就直接除以25就可以了。那 CIFAR10 的分类上面呢，基本上它还是分在那10类上面。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也是一样啊，先做这个 OneHot 的这个处理啊。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TF， 然后 OneHot 把我们的这个原始资料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再跟他讲说你要分成几类以此类推啦。如果我们现在是这个 CIFAR 100，那这个时候呢，你的 Y training 以及你的这个 Y test 呢，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要填100上去它就帮你放在那个 OneHot 的 array 里面，然后把你正确的那个答案直接帮你标记起来，标 hot 起来。那资料前处理完成之后啦，那我们就准备要来去建构这个卷积的神经网络了那卷积神经网络基本上就是由卷积层跟我们这个类神经网络层连接起来的。类神经网络层我们后面比较长的讲法就是全连接层。好，那卷积层呢，你可以根据你实际上的需求去搭配我们的卷积还有我们搭配我们的这个磁化。那在分类任务开始要去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卷积最后的你的那个成果把它转换到全连接层上面。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程式码。首先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把我们资料先去做资料的预处理我们先把我们这个 X training 跟 X test 全部除以25把它除以25。好，那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 Y data 直接透过 TF 的 OneHot 下去做这个调整。那现在已经处理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目前的 Y data 形式呢。这个资料呢，它应该是0、1、2、3、4、5、6，这个答案是第6号第6号那我们看一下第6号是什么？第6号应该是青蛙啦青蛙。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是你的答案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就会把它 hot 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OneHot 的形式。好，那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你发现你的资料的格式不相符那里不相符，一般来讲这个 OneHot 呢，它应该是在一个 array 里面，我们眼睛看一下这是一个 array， 它在 array 里面呢又包了一个 array。这个基本上对于我们在类神经网络的那个尾端的训练的样式资料样式就不对了资料样式不对了，因为它现在形状是1的 array 里面有包10个，我们这没有，不能有前面基本上我们后面要包10个才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基本上你可能要去做一下这个 reshape。reshape 的方式呢，你可以使用 TF。然后 reshape 把我们资料丢进去之后，跟他讲我们没有前面没有前面不是把它填成0你要把它改成-1。然后呢，我们资料还是10个。好，所以把它跑过一次。好，然后我们再输出一次，我们看看目前东西对不对了好，现在就正确了。它现在就10个，然后没有带东西，它就是一个 array 就一个 array。我们刚前面看到是什么？它是 array， 然后放在 array 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两个中括号。那这个现在资料已经对了我们那个模型在训练之前你必须要先确定你的输入的资料是正确的，以及你要去确定输出的资料是正确的，然后只有中间那一块模型它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不管你怎么样去兜东西都可以跑，那跑出来好不好就是见仁见智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来去建构一下它的模型了。那它模型的建构方式，虽然我们讲说在 TF 的模型里面有什么序列模型跟卷积模型，好，可是呢，实际上我们在建模型的时候，一定会去把这个序列模型的 sequential 把它给建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会看到 TF Keras model 的 sequential， 这个一定要建因为它就是我们这个深度学习类神经网络模型里面的那个层次那个层次结构一定要先有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决定说，因为我们现在要做 CNN 嘛，好，所以呢，第一个我们的卷积层这个地方 TF Keras 我们要加一层 layer， 这个 layer 就是 congruence 2D 2D 的意思就是图片2维就2维的就 2D 的形式。然后呢，我们要去决定什么？我们要决定3×3的 kernel size。我们刚才前面有看到嘛，它就是一个框框3×3就那9宫格。它那个9宫格呢，在你的图像上面
下去做滑动。那我们像目前的那个原始图像啊，长什么样子？好 ，input 的这个 shop 来给它看一下，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C810 的资料，宽度、高度是32乘32啊，32乘32，然后呢，3原色的通道 RGB 哈，所以它是32、32、3，好，这是它的 input 的资料啊，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要照这样下去做输入哈。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提到了，这个我们可以在里面偷偷去加什么？可以去加这个启动函数哈。这启动的过程中呢，它用的方法就是 IEOU。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每一个过程它都有加 IEOU 哈，不加显微型哈，这个不加当然可以哈，可是加来效果更好，我们当然就把它给加上去了。那当然不是只有 IEOU， 它还有其他的启动函数啊，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入门摸索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先用 IEOU。好，那所以这里面呢 ，conclusion 这一层啊，大致上都了解了。可是呢，它这个32是什么意思？我们那 conclusion 在走的时候哈，9宫格滑动到第一格相乘完之后下去做加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呢，那并不是说哈，我要求它用那个 conclusion 的那个 kernel size 全部跑完之后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果，不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你要决定你要哪几个，假设你那张图非常大，然后呢，你用3×3哈。只做3个的话，只抓左上角3次哦，那个叫做3个特征，只抓3个特征。所以呢，这里的特征你要自己下去做决定啊。整张图片扫完哦，如果你要求要300个的话哦，超过那个图片的部分哦，那就是浪费掉的哈。那如果太小的话哦，特征取不够。所以这个地方啦，我的图片原本是32乘32乘以3的这个尺寸，然后呢 ，kernel size 哦，就是我那个 filter 的 kernel size 是3×3。把32乘32图像整个完全做一次滑动，每滑动一格就会产生一个特征。这件事情它做几次，它就只做32次，超过它不做哈。如果图片滑完还没做完哈，后面就直接放弃掉，直接补零。好，所以这个地方总之它就取32张。好，32张拿完之后呢，每一张的图片的特征再下去做什么事情？它再去做一次磁化。这件事情要不要这么早做？这个见仁见智啦，因为在讲这件事情啊，类神经网络在建构过程中没有标准答案，可是就过往的经验，一次做 conclusion， 一次做 mass pooling 效果好像是最好的，只能说好像啦哈，也是有人说这个 conclusion， 然后再去做一次 mass pooling， 那或者是 conclusion 做完 mass pooling 再去做一次 conclusion 这个都有人下去做啊。不过我们现在就照 AlexNet 的概念就一次这个 conclusion 那一次 mass pooling 好，所以接下来我准备再去做一次这个卷积这个时候呢，跟前面卷积差在什么地方？前面我们要去设定我们 input 啦，这个资料基本上接下来就不用再去设定这个 input 了，它基本上它会自动的从上面再把它接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kernel size 还是3×3，不过这一次啦，我们要取64个特征，那也是一样搭配我们的启动函数 IEOU 下去做这件事情。接下来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呢，这是抓特征conclusion 是抓特征，特征抓出来，你觉得这个资料抓完量还是有点大了，怎么办？去做一次 mass pooling 就直接用2×2下去做那基本上就是它会用2×2的尺寸呢，从里面去挑什么？挑那个数值最大的，因为它是 mass pooling 嘛，挑那个最大出来，当做成一个新的资料下去做使用。好，接下来再做一个3×3的，然后呢取几次取64次。那假设到这个地方，你觉得说，我的前置的资料准备的差不多了，它准备要进行分类任务。来，上面这一段叫什么？就叫做卷积层就是它在做卷积的过程。卷积的过程，它是做什么？它把你原本的很大张的图像虽然我们现在 input 不大，32乘32乘以3假设它是 Full HD 1920乘1080乘以3，原本很大张的图像，如果直接下去放到类神经网络的这个 input 的话，资料量就太大了，这个一般的机器可能很难下去做计算。那如果说你是用卷积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把图片的特征拉出来，不断的去把这个特征空间缩小，并且让特征变得更突兀这个过程中去做卷积，下去做磁化。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资料它就可以保持原本应该有的特征，并且缩小到一定的这个资料尺寸。当你觉得这个缩小的这个尺寸呢，这个符合你的这个预期的时候，这时候做什么事情？它就要回到什么？回到类神经网络。那在类神经网络里面，它的做法你会发现，它在这里有加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展平层。应该还记得展平吧？这个展平呢，我们原本是用来什么？就是图像的 input 进来之后呢，我直接去指定它的那个 input 的这个样式例如32乘32乘以3，经过展平之后，
它就会直接把32乘32乘以3的那个尺寸作为它 input 的输入源这是我们之前的讲法。好，那现在呢，它是把上面的这个东西全部串起来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一层去做什么事情？它这一层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它现在应该长3乘3乘64哦，它要把这个样式直接拉平，拉成一维的资料。这个过程呢，就是做展拼你原本的资料可能是3乘3乘64现在变成单位就变单位。好，那接起来之后呢，我们再加下一个全连接层然后我们把原本那个资料再把它压到64压到64个神经元这个就属于隐藏层那在这里我们讲法叫做如果你都用 IELU 我们就从头用到尾从头用到尾。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一样，最佳这个启动函式也是直接使用 IELU 最后因为我们的东西要放在什么地方？要放在10个分类上面。所以最后呢，我们把它 dense 在什么地方？就是把它 dense 成10这就是最终结果最终结果 dense 在10的结果上面。好，那这个模型它的摘要是长什么样子？我们来执行看看好，在这个地方呢，它会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它会有 conclusion 的资讯conclusion 的资讯呢，我们像是30乘30乘以32这32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求它要有32特征所以它的资料量就是3乘3乘32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接下来呢，我们去做 mass pooling 去做 mass pooling。mass pooling 呢，因为2乘2嘛，2乘2下去取的话，你的30的尺寸立刻就减半30的尺寸减半剩多少？30除以2是15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变成15乘15乘32你最早的资料是32乘32，然后呢去做了 conclusion 之后呢，你要求用 kernel size 下去做处理后来你就得到了30乘30乘32，然后去做一次 mass pooling 直接减半了。为什么刚好是减半？因为你是做2乘2啦，直接减半变成15乘15的尺寸可是呢特征没有变一样是32个。接下来我们再去做3乘3的 conclusion 这个时候呢，你就来到15下去做3乘3的 conclusion 之后呢，这个尾巴会掉一点点所以呢基本上就变成13。然后呢，因为我们要求它要做64个特征，所以这里就变成什么？13乘13乘64大家看，这就是它的参数量会有这么多。接下来呢，13再去做一次 mass pooling 13除以2有人就讲说13除以2应该是6点多啦不会有小数点没有办法有小数点这个掉下去的这个掉下去的范围，它在这边它就没有处理所以呢缩减成一半了，就剩下什么？就剩6乘6，可是也是一样，特征没有变少，特征一样，因为我们当时取64所以就是6乘6乘64。好，所以接下来再去做一次 mass pooling 6的一半是什么？6的一半就变成2了没有啦，我这里是 conclusion， 这里是做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 conclusion 3364 OK 好，这个地方好，所以它这个地方原本是6，再下去做3乘3的 conclusion 之后呢，它就得到什么呢？就只剩下4了资料量越来越少了单张图像上面的特征，应该说一张特征图的尺寸就只剩下4乘4可是它特征还是很多，它有64个特征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个资料展拼我们会得到多少个神经元就是4乘4乘6 4是16嘛，16再乘以64就会得到1024。所以呢，你在单展拼的那一个层上面呢，你就1024个这个神经元当然有一些人会讲说，那个不是比这个我们这个小尺寸计算的这个神经元好像比较小，这个有时候大小是要看状况的这个小的图片呢，虽然你可能经过这个新任的处理之后呢，你可能在全连接者看起来说，怎么会比原本还要大那即使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它那个图片的特征在CNN的过程中，它做了2件事情第一个，它能把这个图像的这个有效的特征凸显出来第二个呢是它的资料基本上它会去做这个有效的去做这个尺寸空间上面的降低如果说你本身图片本身比较大像是什么 Full HD 啦或者是 4K 或 8K 的话，在 CNN 上面的表现效果就更好因为它可以在特征提取的过程中呢，把重要资讯拿出来，然后再透过这个 mass pooling 不断去降你的资料，降到你的这个全连接层可以处理的范围。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全连接层先接1024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它接到64，我能不能不要管这64，让1024直接接到10上面可以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了那这里面只确定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这个深度这里1层、2层、3层、4层、5层、6层、7层、8层，如果你深度越深的话你的深度学习的这个模型的表现就会越好。那你就要看你的深度要深在哪，你是要放在 conclusion 的深度越深越好，还是要放在分类任务上面越深越好，这基本上也是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好，总之因为呢我们是做
这个分类任务，所以最后你的输出那个神经元一定是要是正确的数量啊，就4个。所以它这个过程中它的权重存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存在这个参数上面。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总参数量个十百千万10万12万的这个总参数量，基本上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1亿2亿的这个参数量这个算是小巫见大巫啦。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